大家好啊！就在昨天的电台采访中，黄仁勋正式确认了 H20 已无法再更改，不会有进一步降规版的 H20 芯片对华供应了。当然，调整 Hop 架构无望之后，也不排除英伟达可能会转向新的架构，比如说在 Blackwell 产品上做文章，采用 DDR7 内存而非 HBM 来规避最新的带宽限制，以应对来自于华为等中国本土企业的竞争。与此同时呢，在确定失去了170亿美元的大陆市场之后，英伟达也不是完全没有收获啊。在上周原定于5月15日本该生效的美国人工智能扩散规则，也就是俗称的 AI 芯片出口3级许可制度被正式废除了。英伟达将允许向中东出售大量的 AI 芯片。无独有偶啊，在这次黄仁勋跟随川普出访中东的行程中，也一并与沙特签订了芯片采购的大单，计划在未来几年向沙特出售数十万颗的 Blackwell 芯片，试图打造中东版的硅谷。那么从沙特、卡塔尔到阿联酋，结合此前对华为升腾芯片的全球限制，包括禁止用美国 AI 芯片来训练中国大模型等等等等这些举措，背后的逻辑是什么呢？和此前小院高墙的围堵策略又有何不同呢？我们要如何应对呢？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聊聊这个有趣的话题。首先，我们先来回答一个问题：从分级管控到目前的全球倾销，中东地区真的有可能成为下一个硅谷吗？是的，我们必须承认这次美国半导体与 AI 新规的出台，的确是一套非常高明的组合拳表面上看是将中东3国定义为美国技术生态的战略缓冲区，实际上呢，这背后可能是一套非常精心策划的多条暗线。而其中第一条暗线呢，我们可以看到，在 H20 被禁之后，最直接的影响就是会导致英伟达、AMD 等 AI 硬件供应商面临500亿美元的潜在市场损失嘛。那哪里能够弥补呢？中东的能源资本与 AI 基建的需求的确是比较好的出口替代市场。当然，沙特的6000亿美元，卡塔尔的 1.2 万亿，阿联酋的 1.4 万亿，这么大的单，所谓框架协议嘛，框架是框还是架，肯定是有水分的。比如卡塔尔的 1.2 万亿美元，相当于其 GDP 的 5.5 倍，之后怎么落地，还需要看后续的实质性内容。而其中电力与能源的确是这次交易的关键。从数据上看，目前美国总发电容量大概是在1500 吉瓦，而未来几年能够提供给新增数据中心的电力容量的确是有限的。据统计，在2023年，北美数据中心的总耗电量约在17 吉瓦，预计到2030年将暴增到70到130 吉瓦，占比将达到全美用电量的 9% 以上，包括电网瓶颈、传输限制、环保问题和基础设施老化的问题这些都限制了美国本土数据中心扩张的上限。但这些议题包括能源、环保、资金，对于海湾中东3国来说反而是最容易解决的。其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储备可以快速的弥补未来硅谷企业 AI 数据中心所需的电力需求。是的，目前来看呢，沙特的湖妹 AI 工厂计划是在这海湾3国中相对比较靠谱的。计划是配备 1.8 万颗英伟达 Blackwell 芯片，落地一座500兆瓦级超级 AI 数据中心，并预计5年内扩展到 1.9 吉瓦规模，打造成为全球最大的主权 AI 训练工厂之一，并且王储亲自担任董事会主席嘛。这一举措相当于直接为美国企业注资了数千亿美元的现金流。这种以中东反哺亚太的战略，一方面缓解了企业压力，又通过巨额订单锁定了中东市场，开辟了新的现金输血池，确实是一石二鸟其二呢，另一条暗线，这次与海湾3国的合作，当然美国也是希望以中东作为样板房嘛，来进一步向全球推广美国 AI 生态，以英伟达芯片作为核心，以美国云厂商作为 AI 基础设施，以美国大模型为标准，希望通过场景圈地的形式来巩固美国 AI 技术标准在全球的自然渗透。当沙特的湖妹数中心、阿联酋的 G42 平台成为全球 AI 训练节点时，其底层架构必然是基于库达生态和英伟达算力堆栈的。这种硬件绑定软件的模式，也能够使得美国技术、AI 开发工具、AI 模型接口、数据格式、模型架构等等，成为事实上的
国际标准。是的，这种生态绑定的模式，这种技术排他的形式，才是这步棋的重点和核心。这与当年英特尔通过 Winter 联盟在 PC 生态的构建路径是同出一辙的。一边通过长臂管辖全球禁用生成中国大模型，一边呢向中东开放技术出口，甚至后续可能会将这种模式复制到印度或者东南亚地区，本质上还是想通过差异化政策树立所谓的样板合作嘛，以技术胡萝卜来分化阵营。当然值得注意的是，这也标志着美国的 AI 竞争策略开始从管控小院高墙，从所谓的防御性封锁向着全球倾销，向着进攻扩张的方向转型中。这一点值得我们去关注。那么接下来一个问题，中东是否真的有可能成为新硅谷呢？我觉得这就有点想多了。目前来看呢，中东的 AI 战略走的还是所谓的以能源交换技术的依附路径。表面上看呢，中东通过大订单承诺100亿投资绑定能源的供应，似乎成为了美国 AI 产业的技术合伙人，成为了全球 AI 产业的关键的重要节点。名头上也冠以了全球算力枢纽、全球 AI 集散地。但是呢，我们细看之下，我们会发现这场交易中真正高附加值的算法研发、模型迭代、应用开发，几乎所有的基础设施，包括英伟达的库塔生态、微软的 Azure 架构等等，全部是由美国公司掌控的，几乎主导了中东数据中心所有的底层架构。本质上，中东三国的策略实际上还是过去旧经济逻辑的一种延续，只是将石油美元转化为了算力硬件。当地的本土企业依然只是能够作为算力加工厂或者能源电力提供方而存在的。再直白点说，说实话，如今除了中美以外，其实已经没有第三个玩家在跟大模型训练了。包括欧盟在 Lucy 项目失败之后也退出了大模型的牌桌。AI 产业就是这样，你不掌控硬件和算法，这种硬件投入与智力输出分离的模式，最终只能沦为美国技术生态的硅基底层劳动力提供的只是廉价的电力和资本，却要承担着高昂的硬件的所有折损，却无法掌握底层技术标准和高附加值的收益。甚至未来一旦美国收紧技术合作，或者旅党又上台了，任何一点风吹草动项目都有可能随时陷入瘫痪。另一方面呢，所谓的硅谷之所以成为全球科技中心，本质上呢依赖的是人才、创新与科研三者一套非常复杂的产学研的转化机制。而中东虽然在 AI 领域投入巨大，实际上呢却严重缺乏 AI 市场上最为重要的专业人才。据统计沙特本地的 AI 从业者仅有数千人，相比硅谷地区就拥有着超过100多万的科技从业者，而全球有一半的 AI 研究人员都是华人。过去几年呢，沙特的盖亚孵化了大概50多家初创的 AI 企业，但是根据2024年的报道其中有多达 80% 以上业务集中在政府的外包项目中。也就是说沙特当地的 AI 生态从未形成真正的市场的驱动。所以即便是中东建成了全球未来最大的数据中心集群，但是它的产业结构与科研基础就注定了只能成为下一个时代的廉价能源的补给方。最后呢，我们从中东的一揽子框架协议到未来的 AI 生态之争，我们应该如何去看待呢？如何去应对呢？这里我也简单谈谈3点我个人的看法第一点，未来的 AI 产业一定不会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之争，或者说不会是几家科技巨头之间的独立的竞争，而是一张大网，它涵盖的是从底层基础设施到上层应用的完整产业链，是生态系统的竞争，是生态系统整合能力的竞争，其中会有无数大大小小的生态企业应运而生，当然其中也会有新的 AI 巨头诞生。是的，这是美国与中通协议可以看到美国试图通过芯片加云服务加工具链绑定开发者、企业和行业场景，构建排他的技术标准。因此呢，在未来如何构建更开放的、包容的中国 AI 生态全球合作网络会越来越重要。如何构建有活力的、
共生共荣的生态系统会越来越关键。比如说要利用开源生态对抗垄断，要利用多边合作避免封闭，要扶持生态企业形成共生等等等等。开源、开放、合作才会有未来啊。第二点，从科技发展的角度，大模型的底座不会长期被某一家或者被某几家企业独占的，这是大模型本身发展的天然属性。大模型的训练范式也正在从单一的 Transformer 架构向着混合模式演进，包括未来还会有新的范式出现，包括硬件方面，比如说神经形态芯片、光子计算芯片、量子计算和 AI 的结合融合等等，这些前沿领域也在持续的发展中。大模型的特性本身也决定了它就是开放的、多样的， AI 技术的发展路径会持续的高速迭代。中东这种想通过技术托管牢牢掌控核心算法底层的方式，长期来说，说实话意义真的不大。固化技术标准和长期垄断只会固步自封。DeepSeek 已经打了样，要颠覆硅谷的永远只有创新与人才，而非资本与蛮力。最后第三点我们国产半导体的突围依然是关键要在差异化技术路线上追求创新。在未来呢，国产卡可能已经不是第二个选择了，已经变成必须的选项了，或者说已经变成了没有选择的选项了。所以以差异化创新实现半导体自主，国产卡一定要争气加油这才是我们国产 AI 生态发展的底气那么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如果大家有什么想法，欢迎在视频下面留言，我们可以展开更多讨论。那么朋友们，我们下期视频再见。